圣上息怒，乱臣贼子妖言惑众罢了，不日便会连根拔起，为此弃着龙体不值当。连圣上都惊动了，你好大的本事！回娘娘，逆党一日不除，宫中人心惶惶，圣上与娘娘忧心难寐，臣女理应分忧。启奏圣上，回禀娘娘，老奴奉命核查杨芷斋之术，何得内务府共拨白鹿指16刀，又有长公主殿下授意为江雪宁添白鹿指1刀，冰翼指1刀。少废话，就说纸少了没少？少了，正少了1张。证据确凿，现在你倒是说说，少的那张纸去哪儿了？娘娘莫急，现在定罪臣女为时尚早，臣女斗胆猜一猜张大人的用意。眼下可是要传方才去核查纸张的工人入殿搜身。正是如此。又弄什么玄机？回圣上，和指数对不上，一有可能是江二姑娘真的施舍其中，二有可能是核对的人有问题。说清楚些。方才去核对指数的工人，应该都被告知了微臣的意思。倘若这里面真的有暗害江姑娘之人，就算事前忘记了数目之事，定也会趁此机会偷盗纸张，藏匿于身。而那人又必须跟着众人回来复命，仓促间定无法销毁纸张。还请圣上下令将他们一一搜身，倘若排除众人嫌疑，方可言江二姑娘问题最大。张哲，原来你早有计谋，故意隐瞒哀家，愚弄哀家是吗？还请娘娘恕罪。张大人只是觉得幕后之人胆敢利用黄公公在娘娘眼皮底下行栽赃陷害之事，定有图谋，因怕打草惊蛇，是以不敢走漏风声。宣在殿门外一一搜身。想不到张大人还有连环计，我还以为是为了姚姐姐的名节考虑呢。师傅，第二排最右边那个似有异样，他一直捂着自己的腰间。不是奴婢，不是奴婢的，不是奴婢啊！师傅，这……圣上，太后娘娘，此人乃是杨芷斋伺候的宫娥焦蕊，奴在她身上搜到了这已经用过的白鹿纸。你个小贱蹄子，说，从何处拿来这纸？回圣上，娘娘，这张纸上的字迹正是臣女所写。想来他方才只能协助，没机会碰费用的纸，所以才悄悄从角落里拿了这张沾过墨的，却也刚好证明了这纸为臣女所有。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圣上娘娘，是奴婢今晨洒扫房间时，发现这纸污损了一些，因知纸贵，又知江二姑娘奢靡不会再用，便想偷偷留下来练一练字，心想着写满了再放回去也是无人知晓的。谁知今天扯出这般大事，奴婢实在是怕极了，所以刚才不敢说出来。既然你说你想要练字，那想必是识字的，不妨念念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素闻张大人有随身携带公文的习惯，想必是刑部的公文。这上面写的是《诗经》里的蒹葭，你会读吗？蒹葭。这公文上又怎么会有诗呢？瞪我作甚！若不是此时在圣上与娘娘面前，我早就2巴掌扇在你脸上，好问问是哪样的蠢主子养了你这样的废物！放肆！什么主子奴才的？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伴读，谁会处心积虑地加害于你？圣上，此事事关臣女清白，更关乎逆党一案，关乎朝廷社稷，请圣上明察秋毫，审出幕后之人，为臣女主持公道。你先起来吧。是。不错，你既不识字，纸上之言你亦不认得，便不可能是你独自作案。说，背后究竟是何人指使于你？奴婢背后无人指使，奴婢是受了江姑娘的苛待，又眼见她3番4次的谗言挑唆长公主，牺牲不忿。又听别宫传出黄公公率人查宫一事，便鬼迷心窍，生出了这陷害。胡说八道！你到现在还贼心不死。王心义，现在就叫人将他拖到宫门之外停杖，打到他说实话为止。不要！罢了。母后，有何不妥？这个时辰在宫门外打打杀杀的，娘六宫如何安歇？本来查逆党之事就毫无头绪，这好不容易牵出个线头，顺藤摸瓜便是。你身体还抱恙，急什么？是儿臣疏忽，忘了母后病恙方好，宜当静养。这样吧，便让王心义将人带到慎刑司审问清楚，可好？好了，折腾了一夜，这天都快亮了，哀家也乏了，都回吧，有什么事儿改日再说。圣上，娘娘，不要！这莫不是什么贪狼入庙、流年犯岁之日？可真是吓死我了！不过您姐姐也太厉害了，这进一步是死，退一步也是死，只得搏一搏了。不过昨夜洗脱冤屈，靠的都是刑部的大人。都是你平时不大会做人，不然谁能恨到你头上这样捉弄你？要不是张大人看在姚姐姐的面子上，也不会管你。行了，有话还是回了杨芷斋再说吧。江姑娘为何这样看着我？我只是意外，昨夜在殿上，薛姑娘为何会帮我说话？本就是同窗伴读，自当如此，难道不应该吗？江二姑娘，圣上有言，江尚书一贯为社稷、为朝廷鞠躬尽瘁。今日虽事出有因，却也让您受委屈了。圣上会下令严查此事，必定会还您一个公道。臣女多谢圣上体恤。不过，公道什么的，就算圣上为难，臣女也总有办法自行讨回。张大人果然让人刮目相看，本以为左右都要得罪一方，想不到竟然峰回路转，破了这悬案。今日之事背后主使，只怕并非是进宫与如意之人。此话怎讲？宫内之人已被清查数次，且不说是否仍能顶风作案，就算真是逆党策划今日之事，那也没必要针对一名小小伴读。此话有理。不过这位江姑娘也不是普通人。大人此言何意？难得呀，难得！张大人竟然也向陈某打听起事情来了。哎，张大人，二位大人，昨夜辛苦了。
怎么了？哦，昨夜若无陈章二位大人，我只怕已身首异处。大恩当言谢，我去谢过，你们先回吧。哎，他这疯病要发到什么时候？那可是外臣外男啊！他……二位大人留步。多谢二位大人救命之恩，小女冒昧前来，是为向张大人亲致谢意。哦，向张大人道谢，那就是没有我的事了。张大人留下闲聊，陈某在前面等你。昨夜之事，若无大人仗义直言，雪宁不免要受刑罚。大人因我之过，还得罪了太后娘娘，我心中实在有愧。在此多谢大人了。姑娘言重了，皆是举手之劳，分内之事，不必言谢。不是，不是分内之事，宫中险恶，机巧遍布，连陈大人都不过是敷衍推诿，张大人却肯查明真相，还雪宁以清白，便高过这世间尸位素餐之辈良多了。您当得起雪宁之谢。下官不过是局外人罢了，倒是江二姑娘身处局中，往后万当小心。那是自然，我还要在宫中待上一段日子。我这个人啊，怕死的要命，岂能容他们轻易害了我去？江二姑娘有所防备便好。下官于内宫不好多留，就先告辞了。张大人，江二姑娘同姚小姐一起为长公主殿下伴读，听闻曾为在下之事起过争执。姚小姐曾因退亲想过诸多手段，不知真假。我知道了，多谢。可姚小姐如今已经不这么想了，张大人应该也已经知道了，为何还要追问？退亲？什么？我会与姚家退亲。他要退亲？他不喜欢姚希？宁儿，有这么好笑吗？先生，您怎么来了？我若是你，才遭人陷害，捡回一条命，万万是笑不出来的。您都知道了，闹得满宫风雨，想不知道都难。还愣着做什么？现在还在外游荡，嫌命太长是不是？我……这不是去羊脂斋的路吗？文昭阁在那边。今日在泰安殿如何？看出来是谁想害你了吗？表面上是个叫焦蕊的小宫女，可我觉得此事没这么简单。太后在审我之时，大有要追究到底之势，却在审宫女时草草结束，着实奇怪。你不怀疑谁？我心中的确有个猜想，却觉得案死人的心思不该是这般简单下作的手段。可纵观全局，此人有能力收买宫女，得知四君一言的全貌，且能提前做好准备，绝非是在皇仁里查抄宫禁时他得知就能办的。他必定是提前许久便已知晓，方可从容不迫。但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并非所有事情都需要证据。太后的反应已经说明了许多。这倒是。太后虽然想借着此事扯上燕家，但若要对付我，她犯不着如此弯弯绕绕，只可能是那一个
他想保下的人。既然你有了答案，准备如何应对？我并未做什么愧对于别人的事，他既想害我，若不还以颜色，兴许他还觉得我好拿捏、好欺负。今日他既然敢让我不爽快，那往后我必定叫他坐卧不定，寝食难安才是。孤勇虽好，但若不能审时度势，便是愚钝。先别着急动手，想清楚再做才是。谢先生指点。对了，方才你站那做什么？学生蒙张大人查清内情，方能脱险，是以追去面线。张遮，你同张遮认识，是何关系？哦，没什么关系啊，我就是欣赏。欣赏？张大人素有清明，是真正的好官，也只有他肯在我遇险时仗义相助，我欣赏他，感激他。你喜欢张遮？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燕灵知道吗？我与燕灵只是朋友之情，所以与张遮是男女之情。这是我自己的事。我若是燕灵，便扒了你的皮，抽了你这一身反骨。就当你是往日便听闻张遮清明，暗生倾慕，今日一朝见了钟情，但也未必不是你的一厢情愿。你倒喜欢他，他却未必能高攀上你。你才高攀，胡说八道什么呀？我才故意说张遮一句，你就急得跳脚，三言两语便暴露自己的弱点。是你宁儿觉得我谢薇是个善类，足以信任呢？还是你觉得世人皆善，对谁都不设防？我若是你，喜欢谁就永远藏在心底，既不宣之于口，也不叫旁人知晓。今日你得亏遇着是我，暂不会对你怎样。倘若他日你遇着他人，想对付你、拿捏你，首先从张遮下手。届时你且看看，害人害己4个字，到底怎么写？先生，怎么这么早回来了？不是说顺道给半途上课吗？告假了。哦，你去查一查张遮。不就是个刑部小吏吗？有什么可查的呀？属下这就去。跪下。昨夜我见到那宫女，是随你一起去过御花园的。哀家这才知道这事儿是你做的。你好大的胆子，都骗到哀家这儿来了！姑母恕罪，一切都是舒儿的错，还请姑母保重凤体。那个江雪凝，除了有几分颜色之外，出身平平，教养粗鄙，牙尖嘴利。你是咱们薛家的嫡女，你怎么会对上那么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啊？姑母有所不知，江雪凝得公主殿下亲眼不算，还又得临淄王殿下对她心有所属。舒儿是担心殿下受其蒙骗，才想借由此事将她赶出宫去。介儿，怎么可能呢？舒儿亲眼所见，岂能有假？那你为何后来又替她说话呀？哀家不是教过你吗？斩草要除根。昨夜那张大人已经瞧出了案情关键。舒儿见此事不成，既怕被顺藤摸瓜查到姑母身上，又怕被临淄王殿下知道，坏了姑母帮助薛家的成算，这才想掩人耳目，以待来日的。起来吧。既然一计不成，是不能打草惊蛇。江雪凝、张遮，还有那个燕家，全都来坏哀家的事儿。来日方长，只要在这宫中，哀家自会有办法。